那在大家对 RAG 和 Agent 有了基础的认识以后啊，咱们接着来看大模型应用开发的4个场景。首先第一个场景 Train Prompt 啊，这个呢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在程序当中问一个 prompt 提示词，然后呢大模型给我们一个响应啊，你一句他一句，你一句他一句，这样的方式呢进行交互。OK， 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发现呢，你后续问的问题啊，它还能够记得你之前交互过什么，那这显然就具备了记忆的能力啊。那这时候呢，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模型了，而是一个智能体，对吧？我们提到说智能体呢，是不是具备这个记忆的功能啊 ？OK， 好，那么第二个场景呢，提到叫 function calling 函数调用，或者说呢叫工具调用啊。那很显然呢，是不是也是 agent 才具备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有个需求，说我明天呢要去杭州出差，要带伞吗？啊，那么这儿呢显然需要调用外部的一些工具，可能是墨迹天气，也可能是 OpenWeather 的接口。总之呢，我们调用完以后呢，把这个结果再融合在我们的提示词当中，给到大模型，大模型就给到我们一个更准确的一个回答。那么这儿呢就涉及到我们关于智能体了因为涉及到工具的调用。好，那么第三个场景呢就加入了 RAG 就是关于知识库。那如果我们问的相关问题发现呢，大模型的语料比较少，我们需要呢，专门的知识库作为一个支撑。这呢就提到了 RAG， 所以说呢，这个 RAG 可以作为我们 Agent 开发的一个部分出现。OK， 行，那我们结合了 RAG 检索到的更精准的语料再融合到我们的提示词当中，给到大模型，大模型再给一个更靠谱的响应，是吧？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呢，这个 RAG 也作为我们前面讲的 Agent 记忆当中的长期记忆出现这呢就融合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要素里了，对吧？那么下边提到说，在智能客服当中被广泛的使用因为呢客服之前呢跟用户交互的一些问题他可能会记下另外呢就是专门针对某些产品的那样的一些语料，是不是都放在 RAG 当中？OK， 下边呢提到说叫 fine tuning 我们翻译过来呢叫做微调那微调呢是作为我们解决大模型幻觉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呢也是比较靠后的一个手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它的成本比较高。一方面呢，大家能够招聘到相关的懂模型微调的这些人，最好呢还有经验这些人呢通常都比较贵，是吧？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做微调的话呢，你得需要具备相关的语料这呢都需要人力和时间成本的投入才能有。所以这个呢，我们相对来说成本会比较高，而且呢可能还要面对一个风险，就是你微调以后的模型可能幻觉问题更严重这个大家都要考虑得到。那么正常来讲，或者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结合了工具的调用，结合这个 RAG然后把相关的语料呢给到微调以后的模型，它给到用户呢应该是更加精准的，是吧？这个幻觉问题更小的这是我们期望的一种场景。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把前面讲的这些基本的知识点就都融合在一起了。最后呢，问一个问题：我们在实际的开发当中该如何去选择相关的技术呢？是吧？面对一个需求的时候呢，如何递进的去选择这些方案呢？下边我们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图。这儿呢提到说，首先准备测试数据，用对话应用呢去验证它的可行性。如果发现呢相关的语料呢比较缺，所以我们优先考虑呢去补充 RAG。在补充完以后呢，发现呢还是不行，那我们考虑呢是不是需要对接相关的外部系统这呢就涉及到工具的调用。后续呢咱们有专门的章节呢来讲解然后的话呢，如果幻觉问题仍然存在那我们就考虑，东西也都给了，是吧？这个工具也都调了，这个模型这块呢，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呢？我们可能要尝试进行模型的微调了，最后呢，把这个结果交付给用户整个这个流程的话呢，比较简洁，我们只提到了3种措施，但是在实际的项目开发当中，其实我们对应的措施非常多。这儿呢是3种比较主要的措施大家呢先构成一个基础的理解就可以了。